那再来节能设备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要依循有效的节能的标准，也就是说，虽然能源局有规定各相关的空调设备，或者是 LED 照明，或者是一些节能电器，那其实我们还是要透过一些就是高效率的设备来做一些建制，那也可以利用这个生命周期的成本来作为选择，然后达到不管是汰旧换新的这个依据这样子。那像 LED 灯的话，我们在发光效率的部分啊，我们是有很多要求，但是相对的要求去找匹配的这个材料，就是所谓的这个材料呢，就是各种厂牌的这个 LED 灯。那我们台达电的 LED 灯呢，它的发光效率呢是156 LPW。那其实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要求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大概一般是要求在90或者是125。那我们就是透过台达的这个 LED 灯156的这个高发光效率，又可以搭配它的这个所谓的用电瓦特数，那相对的都比业界来的低，那发光效率又来的高。那采用在我们这个教学楼的这个发光，就是所谓的照明密度高的这个用电的场所呢，其实它又可以达到更高的节能效率。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啊，也设置了蛮多的这个太阳光电。那这个太阳光电呢，我们也利用这个太阳能本身的发电效率之外呢，也透过高效率的逆变器来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个这个发电产出。那这个发电产出呢，我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其实它是可以达到蛮不错的一个发电效果。那当然我们在纳马夏这边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的台电的电力系统，它事实上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发电越多就好，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校，那学校的用电它毕竟使用的这个容量是有限，所以并不是把整个山或整个屋顶全部都布满了太阳能，那就可以达到一个越多再生能源就越好，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有时候我们要去看这个发电的范围以及发电的这个过程，它如果太热也不行，那发电太多，这个台电的售电系统它也没办法去做那个逆变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在高山，它的这个台电的这个电器设备它也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它也不希望你太多电反馈回冲到它的电网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纳瓦夏里面呢，我们就是设置刚好的这个太阳能电力系统，能够满足我们的所谓的教学楼、图书馆跟宿舍，能够满足这样的用电效率这样。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空调的冷媒系统，我们是采用 DGWP， 在我们早期在2010年以前的这个设备啊，因为早期的这个冷气啊，它是采用 R22的冷媒，那当时它这个 GWP 都相当的高，1810的 GWP。那在2020年后，因为慢慢的这个冷媒都有更新，所以我们后来把它更新到为 R32。那它的 GWP 可以看到是675，那这个675就相当的低了，大概快1/3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在申请 LEED 在右边这个表，在申请 LEED 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满足这个低 GWP 的冷媒的获取。那因为刚提到它是低 GWP， 所以我们在 LEED 认证上，它除了节能之外，它也希望你是永续对这个地球环境能够做到妥善的保护。那再来就是我们利用本身纳马夏在高山这样的优势，我们利用它本身自然环境做一些主动、被动物理控制，然后达到最佳的这个效能。那首先呢，我们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我们本身跟几个学校以及研究单位有合作开发建筑微气候资讯平台。那这个微气候资料库呢，我们其实可以让这个建筑师或者是相关的设计顾问能够去做当地的这个天气、风速、
温度、湿度去做一些调整。那这样的调整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去规划出蛮不错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建筑物理环境控制的建筑物。这样的一个网站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申请这个会员。那申请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去踹这个建筑物坐落的位置，它的一些条件，温度啊、湿度啊、气流，或者是相关的雨量等等。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条件去找到你要如何设计你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好，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栋纳马夏的这个园区啊，透过这样的资料库以及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南北向的一个设置。那利用像左边这张图啊，我们就是那个西北向的部分，右边这个是东北向的图。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整个建筑物啊，看到右手边这个整个建筑平面来看的话，北边是在上半部北边是上半部，它刚好是落在那个教学楼跟宿舍大楼这边。那这有可我们看到这个玫瑰花图，这个可以看到说这个气流啊，它事实上是刚好我们是坐落这个北向，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会吹北风，那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吹南风。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我们利用这个微气候平台的资料，然后建筑师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规划这个有点像坐北朝南的概念，那让冬天引进北风，那夏天引进南风。那当然冬天引进北风呢，我们就是利用窗户去做主角，或者是做微开窗或自然天窗的一个开启，让它做一个自然通风的效果。那也因为有这样独特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美国冷冻空调协会的这个 ASHRAE 的规范，它里面有规范到舒适区。那每一个季节它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舒适区，所谓的春夏秋冬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温度的，就是适合的温度跟相对湿度。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自然通风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知道说我在这样的条件设计自然通风合不合适。也就是说，举例来讲，你如果在台北市，你要达到自然通风，其实有点难度，因为毕竟它是盆地。那盆地跟高山，它的这个设置的方式一定不一样，所以它在规划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当地的条件去做不同的效果。各位可以看到，像自然通风，举例这个图书馆。你看它图书馆它是设置在一个小斜坡的一个草原上，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在夏天的这个西南气流旺盛的情况之下呢，利用这个架高的地板，让这个凉风从这个地板的通风口往这个建筑物里面去做自然对流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从北向这边我们就把地板下的开口给关闭住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尽量不要让这个空气呢进到我们的建筑物里面，反而是让这个建筑物能够蓄积热让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透过这个烟囱效应的一个方式呢，让这个冷空气能够进入我们的建筑物里面，热空气可以从屋顶排出来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个烟囱效应的一个方式，在屋顶有设置玻璃窗，让它蓄热，然后产生一个烟囱效应的效果。那我们在整个设置的这个建筑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地板下方做了许多开口，各位可以看到在建筑下方有很多引进口，这个引进口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它可以让外气这个新鲜空气以及凉爽的空气、低温的空气呢，从这个开口进来，然后再从屋顶呢排出去。那我们实测的这个温度啊，各位可以看到，在室外温度跟这个引入的这个温度大概将近差了1度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好。那右上角的这个图啊，可以看到它是有地板出风，那在屋顶有天窗，可以让这个热空气往上给排出去。
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屋顶的开窗，利用玻璃极热，那当温度太高的时候呢，就利用那个自然开窗的方式，就是用油压开窗，让这个窗户打开这样。那这张照片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建筑物里面目前都没有开灯的情况之下，它就很明亮了。所以我们在自然采光上呢，也在建筑师在这个设置上也是大量采用了开窗，但是又不会让这个热大量的引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之下呢，我们让这个照明呢能够控制在300 lux 到3000 lux 以内，那我们就可以不管是在立德认证，或者是实际上这个学生在里面活动的同时呢，他都不需要额外再开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样自然采光这个用照度计去测的这个这样的亮度就已经超过1300 lux 了。还有地板这边，你看476，其实这个照度都非常好，都可以媲美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大概都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大概也控制在500 lux 左右，所以这个亮度事实上是蛮亮的。那你看我们这个教室里面都还可以控制在400左右的 lux，所以几乎都不需要再开灯了，就可以让这个学生在里面上课眼睛都不会因为太亮，或者是有那个因为灯的眩光而不舒服，这样又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然后又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是木造的建筑，那又可以利用这个天窗的开窗以及侧边的窗户自然采光，达到这个不用开灯的这个效果。还有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这个阅读区都不用开灯，它就已经达到273了。那如果需要开灯的话，我们桌上都还有文教基金会都很贴心，都有设置这个小台灯不够的灯不够的照明，我们就再开这个小台灯就可以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照明刚好是非常的舒服。你看这个灯的照明的lux都还蛮亮的。这个也是有助于立德在自然采光跟优良视野这边都能够获得额外的分数。那最终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就是不管是给学生在里面做教学或者是活动之外，其实他在假日也可以让这个原住民的庆典，或者是有相关的集会场所，都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活动的设置表演。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终要讨论这个再生能源的困难点。那再生能源刚有提到说，我们设置再生能源的目的是要达到近邻建筑，但是因为刚有提到说要有足够的空地跟足够的屋顶，那当然它会额外增加所谓的设置成本。那我们这边大概我们在这个再生能源在纳马夏这边的话，我们是有设置很多太阳能板，但是我刚刚提到它不是几乎把它全部都设置因为我刚刚提过它有几个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满足我们校园里面的这个用电，能够去综合我们使用的用电，达到近邻建筑，这样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那最终我们要去收集建筑的能源使用数据以及关联数据，然后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毕竟在能源使用上以及再生能源就是再生能源产出的过程当中，毕竟机械以及设备它会有一些故障，那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产出，所以我们要去透过一些数据的追踪，然后或去做一些评估去追踪，那可以找出不一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节能的措施。那这个案子我们也采用了能源管理系统，那这个能源管理系统是用台达开发的 Energy Online， 那它也可以去侦测这个照明系统、空调系统跟再生能源系统。这个部分呢，它能够透过很多量测的数据，然后去做一些大数据的分析，
那就可以去判别哪一个系统目前有没有处于最佳化运转的情况之下，那或者是有没有故障，或者是它的效率有没有降低。好，那这个是我们在高阶能源计量上也是可以获得分数。那在透过这些数据的诊断我们就刚提到说，我们就不需台达电文教基金会或者是我们学校就不需要常驻派很多人在学校里面去管理这么多设备，所以就透过这样的能源管理系统，就可以我们在我们的电脑、笔电在台北也可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用电数据。那这些用电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有没有处于异常状态，那或者是现在有没有在节能的情况之下，像灯或者是空调有没有在节能的运行状态下运行。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空调或者是能源管理系统的整个用电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节能百分比。那这个在具有建筑的这个LEED的认证的 commissioning 的实施以及改善，其实都可以获得相关的分数。或者是我们要提出一些节能措施。那像我们在申请LEED的认证的同时呢，像我们那时候就有发生那个太阳能的这个发电异常。那发电异常我们就是透过台达这个能源管理系统去得知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哇，这个逆变器坏掉了，所以逆变器故障了，或者是它的那时候的发电效率已经变差了。我们原本从98% 直接降到50%，那就表示它的逆变器的效率已经使用年限超过它的那个效率，所以变差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能源管理系统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揪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再去把它汰旧换新或者是更新。那能源管理系统我们刚刚提了那么多其实它就是一个搭配这个储能系统以及这个电网去做一个所谓的那个削峰填谷的一个概念，然后达到这个能源管理的平衡，然后让我们这个校园呢能够降到最低的用电。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是也采用了很多储能系统在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用了很多储能系统，还有太阳能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削峰填谷的效果。那这个部分呢，都是在我们LEED的认证里面呢，都是可以获得相当高的分数。所以我们在能源效率优化里面将近获得满分20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才会得到这个整个绿建筑 EVON 既有建筑的白金级。那最后总结就是讲了那么多有关近邻建筑还有近邻碳建筑，那相关的这个外壳耗能以及节能设备，以及这个建筑外壳跟我们要如何适用，就是利用当地的这个先天条件，那我们去做一些优化。那其实就是刚提过利用我们建筑能源模拟以及这个微气候资料库，以及相对应的这个高效率设备，以及这个后面要运行的这个楼宇自动化的监控系统，那这样的一个总和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近零碳建筑以及近零建筑的功效。那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往后不管是政府推动或者是企业在推动的时候，近零建筑的推广都能够达到最高的推广效益。以上分享谢谢各位。